最后一场，我们将为各位介绍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法国派。提问 ：Kristeva 的象征与符号，洗漱的阴性书写，以及 Irigaray 的女性特质。现在我们请同学提问。老师，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成为女人、作为女人就永远不会改变的本质吗？生理性别上的女人就一定是女人吗？女人究竟有什么地方是不同于男人，又优于男人的主体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前面谈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分为法国派谈大写女人与英美派谈小写女人。那不管是大写或小写，其实你只要记得我们在第一周的时候谈过柏拉图的 mimesis， 就是拟像理论。在拟像理论中，我们记不记得我带各位进入我们成大最漂亮的校园龙园，那里面看到大榕树，那我们探讨得到是形而上的世界跟形而下的世界。那大榕树的 mimesis 的再现可以是一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图像的具体再现。那用这个概念来谈，事实上法国派跟经验派，它就是继承了他们的国家的思潮，然后推展了他们的女性主义的论点。那我们来看这一波女性主义法国派的女性代表有3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性主义的论述者，他们各有开展了不同的一片天。第一位是 Kristeva， 她的重要著作有《符号学》、《诗语的革命》、洗漱，她有Medusa 的笑，那 Irigaray 她的另一个女人的内视镜，或者是 The Sex Which is not the one 非此性非一的论述也非常有争议性。那这3名女性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她们建构的就是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概念，在生理上，在阴性书写上应该有什么样的女性特质。那这个特质不见得是生理女性，可以是一个男性。Kristeva 作为第一个法国女性主义的代表，她事实上是深受当时法国哲学的影响，所以法国派的女性主义跟当时的重要的法国哲学家都有非常在思教上有很好的联系，在思想上也有很多共通的特质，所以它跟前面的英美派的女性主义就有很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建构的是一个作为女性作为一个概念，概念底下女人的本质的特质应该有什么样的主体性跟特色。那 Kristeva 就是深受 Lacan 心理分析的影响，他认为 symbolic 跟 semiotic 所谓的象征跟符号的成的一个概念，建构了我们作为一个女人，成为一个女人，优于男性的主体性的一个特质。那样的多元表意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阴性的空间，那个空间给阴性的书写做不同的开展，那个空间就称为 Chora。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概念从希腊就过来了。它原初的含义事实上是有女性子宫的意思，就不管你是男人女人，你都是来自妈妈。妈妈那个独特的空间就是一个阴性的空间，造就了男性女性。所以男尊女卑或女尊男卑，不管哪一种概念，都来自母性这个空间。那这个空间有什么特色呢？那我们来看下一章。对 Kristeva 而言，在 Lacan 的 symbolic order， 就是所谓的象征层，就是我们社会建构的这个权利是一个 symbolic。那象征层中，语言就建构了一个文法，所以我们学英文一定要学文法。那文法就是硬邦邦的规则。那还有我们在小说中一定有剧情，剧情控制所有人物、所有行为、事件的发展。所以这样的一个语言的特色，不管在语言在文学中都称为象征的层次。那象征掌控了一个 form 一个 structure， 而
底下的层次你看到很多的箭头，那是一种能量的一个 circulation 的流动，那个是在semiotic 层次。就语言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一种流动的层次。那 Kristeva 指出，这样的语言的流动层次是 prelinguistic，就是说语言成为语言，是因为借由理性，借由罗克斯的运作，造就了人类各种族群的语言，中文、英文、法文、德文，它有自己的语法规则。那这样的规则底下，事实上，不是语言一生出来就有这样的，是经由前语言的阶段，那就是婴儿阶段，是牙牙学语各种发音，那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未被理性语言建构前的语言的样态，它是一个多元能量复杂的样态的流动。那这个流动样态实际上是一种诗的样态，它有在文学中有跳跃的意象，不受那种 linear progress 的 plotting 这种情节控制，所以它意象是跳跃的。那这样跳跃意象才是好的文学。我们来以 Yellow Wallpaper 为例，那 Yellow Wallpaper 几乎是外文系必读的一篇短篇的女性主义的一个短篇小说。那在这个黄壁纸里面Perkins Gilman 探讨的是患有产后忧郁症的一个女主角，以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她与她丈夫到乡下去疗养的日子。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那个有忧郁症的女主角，事实上有时候会顺时地书写，有时候喃喃自语，不断地被自己混乱的思绪干扰。她也记录这样的干扰，导致叙事的语言的文法逻辑的崩溃，甚至是跳跃。有时候她就偷偷写，然后说我先生不准我写，因为写会让我精神更一步的进忧郁，我应该多吸些新鲜空气。然后可是他有时候又跳开说，认为他应该听先生的话，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他的理性的论述是应该被接受的，我不应该这么胡思乱想。在小说的描述都是属于日记跳跃式的模式进展，所以这种无法被理性世界所理解的语言，就是 Kristeva 谈的一个 semiotic 的层次。所以有别于像 Thomas Hardy、像 Charles Dickens 这些写实主义的小说，他们都会有严谨的 plot， 是时间顺序的事件发展来控制人物跟事件的推展。而 Yellow Wallpaper 是属于阴性的书写的典范，因为它脱离了这样子的一个symbolic 象征层的这种文法结构，而进入一个偏向阴性的书写的形式，成为一个 Kristeva 所愿意去推广的阴性书写。第二波女性主义法国派的代表就是 Cixous。要谈 Cixous 之前，我们可能要介绍 Post-structuralism 的另外一位大师 Derrida， 解构主义之父。因为这是在下一周要讨论的。我们先来谈，事实上 Cixous 事实上是 Derrida 的好朋友，他们在思想上有很多的交流。那 Cixous 的概念，在作为一个女性阴性书写的概念的建构，它就是借用了Derrida 对 logocentrism， 就是所谓的罗各斯中心主义。罗各斯就是 logocentrism， 就是你的理性中心。而另外一个批判谈到的是 philocentrism， 就是男性的阳具中心主义。那这个两个主义已经被Derrida 提出了一个批判。那他提了一个语言上的一个概念叫 différence 言义。那 Cixous 就运用了言义的概念来去瓦解 logocentrism 跟 philocentrism 这两种中心主义，来开展女性阴性的书写。Cixous 的阴性书写，为了与阳具罗各斯中心主义的男性语言抗衡，Cixous提出了另外一套语言模式，叫做阴性书写 （feminine writing）。他认为阴性书写是多变的、非理性的，甚至是失序的。它与孩童和母亲间的亲密关系相连接，属于 Lacan 的想象层。因为 Lacan 有三个层次 ：symbolic、imaginary 跟 the real， 就是象征、想象跟真实，在人的内心中
建构了一个人的主体性。那想象成文学就是在想象成这种一种语言，那所有的语言就必须靠做人的想象去建构它的 different 那演绎的特质。好的文学对史书来讲就充满了这样子的阴性书写的特质，硬邦邦的罗克斯阳具主义的语言书写的文字跟书写的文学是一个对史书来讲是相对是一个劣质的，是史的语言。第三位也是非常著名的女性主义者 Irigaray， 那有别于前面2个法国派的女性主义史书跟 Kristeva， 她们都是在阴性的空间及阴性的书写上面开展出有别于男性的女性特质跟女性的主体性。那很重要的是这3个包含 Irigaray的法国派的女性作者，甚至包含英美派的米勒跟 Showalter， 在第2波的女性主义里面，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要找出男性如何实际上是有别于女性，那女性的特质跟主体性不但差别于男性，甚至要优于男性。所以所有的第2波女性主义里面，他们的论述都已经不是在差异上面，它甚至是一种抵抗，甚至是一种超越。所以你看到前面的从 Showalter、Millet 到我们法国派的史书 Kristeva 都提出女性在各种面向是优于男性的。那Irigaray也是在这个框架底下提出了他一个很批判性的思维，甚至是一个非常有激进的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女性是优于男性。它主要的 target 是心理分析。那 Kristeva 在 The Sex Which Is Not One 里面，就是此性非一的这样一个著名的著作里面，打破了所有的传统，因为在男性霸权的语汇的传统中，女人是不能谈自己的性器官的，而男人是可以谈的。所以弗洛伊德谈他的阴茎，甚至把阴茎当作一个权力的象征，都是可以谈的。可是女人作为一个被动的、保守的，甚至是作为从属的角色，你谈你的性器官，基本上是一种违反道德的。好，那Irigaray 的论点是，你越不敢谈自己女性自己独特的性的这些身体的部分，你越是掉入男性话语的霸权。所以他整本书里面提到很多女性的这个各种器官的语汇，甚至用这些语汇建构了女性优于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主体性。听完我们3位第2波法国派女性主义的论点 Kristeva、史书、Irigaray， 我们就可以回答同学提问的这2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那第一个，成为女人，作为女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本质？事实上，这就是区别了法国派跟英国派的一个论点。因为在英美派里面，相信我们的本质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是建构女人成为女人、作为女人的基本的本质。那以这个基底，我们建构什么是女性的主体性，或者女性的书写才华。那法国派的认为，身体不能是一个霸权的，而是一个身体以上的、形而上的女人作为一个概念，才是女性主义要追寻的。所以它的本质变成是形而上的，而不再是形下的物质身体。那所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女人就会有2种不同的论述。但不管是法国的或英美派的小写女人、大写女人，事实上都试图要去脱离一个阳具的罗克斯中心主义的男性的一个思维。那在第2个问题里面，我们就要回答在生理上的区别，或者在心理上的区别，我们跟男人、女人之间的差别。那这个在法国派、在英国派都已经给各位有很具体的答案。那我们这一周的女性主义就上到这里，好，谢谢各位。